重回故乡的赖铎阳进入基隆造船厂担任监工，却意外开启他的摄影之路，拍摄凋零的渔港风华和蓝领生活。其实我以前，我虽然住在基隆，但是我并不会时常往外跑。那因为高中的时候到了台北读书，同学之间互相认识，他们都会问说：“那基隆有什么好玩的地方？”当时我每次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都会全部产生出问号了。我曾经转换过非常多的工作，在这个情况下，我爸爸看到了我的处境，他就跟我说：“现在我们造船厂这边的话，有一个职缺，那看你愿不愿意从台北回到我们基隆。”其实我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产生了很多的挣扎。我当时来到造船厂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环境有一种陌生感，因为要看工作，所以我势必必须让自己学习怎么跟大自己20岁、30岁甚至40岁的同事们一起相处，我才惊觉到说，原来劳工产业已经形成了这么大的年龄断层了。基隆港口的货运，从过去的全球第7大的排名，已经落后到54名了。比方说，有了高雄港，也有了台中港，甚至有了台北港。所以许多的一些影响之下，整个基隆港周边环境的产业也一起连带的没落了下来。过去的话，有非常多的船员停靠在基隆港，他们可能会有娱乐、消费、饮食这方面的需求，所以那个时候有许多的酒吧、商家，我发现到这些摊家开始没有了客人了，没有人消费了。但我还是认为，在这个环境下，有一种它与生俱来、独一无二的魅力。以前我还没有接触摄影的时候，我对于基隆是一无所知的。但是透过摄影，我才发现到说，原来基隆有这么多的文化以及它的历史。所以我那时候发现到了造船产业，然后我也发现到了正滨的渔港，然后我也发现到了崁仔顶，然后也有仁爱市场，然后甚至还有委托行这些有趣的场景。我当时被这个渔港给吸引的时候，是发现到为什么这个港口全部都是报废渔船。那时候就产生我一个好奇，所以我就上网查了资料，我才发现到说，哦，原来正滨渔港曾经是一个很繁荣的一个渔港，它曾经有金瓜石的一些矿业坐落在这个地方。日治时代的时候，日本人因为想要把台湾的一些资源运输到日本去的时候，就是以正滨渔港这个地方来当做一个输出口。因为过去所遗留下来的这些产物，当初我在拍摄的时候，它还保留着，也让我觉得我应该要把它们拍下来。我认为这些的痕迹是一种岁月的骄傲。拍完蓝岭之后，我转而到了基隆市区，许多的客运会停靠在海洋广场这个地方，许多的人走下了车，我看着他们那种返家回来那种疲劳感。那时候黄昏，他们所表情上面所带给我的一些讯息，也反映着现在基隆的状况。
有一天，我看着天桥上面的亚克力板，当天还下着雨，我就把相机对着亚克力板来拍摄吧。这些模糊、失焦的照片，纯粹都来自于我一些即时性的反应，并不是我想要刻意营造的。基隆是一个时常下雨的环境，那这种充满诗意般的景色，一种扑朔迷离的感觉，是非常吻合这座都市所带给人的样貌。当时我看到卡玛丁的时候，他们通常应该是在1点多左右开始有着卸货，然后开始一些新鲜的渔货就会搬运到这个地方，非常的热闹，很嘈杂，非常的嘈杂，然后不断的叫卖，我就被一种浓厚的气味给吸引住，所以我才了解到说，哦，原来我们基隆有一个地方叫做卡玛丁，供应着台湾各地所需要的商家。观光客或者是外地人都喜欢来基隆庙口吃东西，但是我们基隆在地人会选择去仁爱市场。这个地方是让我非常喜欢去拍摄的一个场景。仁爱市场是一个还有很多林林总总的一些生活习惯，可以让我们看到许多庶民的文化存在的一个地方。但我相信基隆还是有很多我尚未发掘到的地方，那我希望借由我的摄影不断的去帮他们拍摄下每一张照片。